近几年 CPU 一体式水冷的市场发展迅速，回想2022年时期，那时想要买到一款兼具外观与性能的水冷必须动辄上千保修甚至还可能不到3年。而如今短短的3年时间，各路自研的水冷厂家纷纷进场，价格、外形与功能等都有了质变的飞跃。而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时常收到观众私信或评论问我推荐哪款合适本地市场的水冷。回顾过去，我发现我自己确实很少有针对马来西亚市场的专门评测虽然过去我的确是体验了各式各样的水冷款式即便是最入门级别的水冷体验也非常不错，但在马来西亚市场嘛。可能就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乐观了。于是这一次我就自掏腰包选购了目前在马来西亚上架且价格都在300马币左右的10款360一体式水冷，来详细体验与分享他们的表现。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会颠覆你们的认知，甚至大胆点，我可能还会得罪一些品牌。这期内容绝对有趣劲爆马上开启本期节目内容。这次的节目除了对比各款水冷的性能表现以外，还会针对比如兼容性、配件、包装、安装体验以及保修时长做对比，因此节目时长会稍微比较长一些，还恳请大家耐心观看同时在下方也有针对对应的章节做区分观众们也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跳转到你们想要观看的章节。先来给各位详细介绍本次节目参测的选手。首先登场的是 Cooler Master Master Liquid 360 L Core ARGB。Cooler Master 作为老牌散热器，在东南亚地区的口碑可谓是非常不错的不管它是不是本次对比里的最佳水冷，但 Cooler Master 绝对是目前最多人认识的品牌。接着是 Thermalright Ultra Elite 360 V3。Thermalright 也是散热品牌里口碑非常高的，特别是它极高的性价比，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几年在马来西亚市场也累积了不少口碑，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销量排在前3的水冷品牌。再来是 ID Cooling FS 360。ID Cooling 也是一款主打高性价比的水冷品牌，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有着非常好的口碑，定位与 Thermalright 极为相似。然后就是 Deepcool LE720。Deepcool 这几年凭借着形象转型成功杀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定位与口碑，一直以来都是主打高颜值与高耐用性著称不过这里我需要提一嘴，我到手的包装却是中文包装的版本经过我和马来西亚 Deepcool 代理商询问这并不属于他们的货源，因此如果水冷出现什么问题，代理商是完全不负责的简而言之，我买到的就是海淘水货估计是店家自己引进的货源对于水冷这一个品类，我个人还是不建议海淘的，因为一旦水冷出现问题，售后就非常头疼了这里我就自己以身试法就算了各位可以格外注意。第5款是 Dark Fresh Namido DN360。Dark Fresh 其实是 iGo 的旗下品牌，更多是涵盖在东南亚市场地区属于最早在东南亚市场地区铺开的品牌之一了选择它自然没什么问题。第6款是 First Player TS360。First Player 算是一家比较低调的品牌一直有很多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在入门端非常受欢迎。而这一次的 TS3 360是本次所有水冷款式里唯一一款在不超过300马币售价中提供了水冷头速显屏的支持。虽然显示的只是水冷液的温度，并且无法更换但它就是给了你一个速显屏，对吧所以这就是它独特的卖点了。第7款是 Stormman KS360。Stormman 主打超入门价格这一款 KS360 则是唯一一款到手价不到200马币的360水冷虽然 Stormman 在马来西亚知名度非常低，我甚至也不清楚是不是有所谓的正规代理商或自营在管理，但200马币不到的360水冷还有什么自行车可能他就是本次的黑马选手呢。第8款是 Invision One FT 360。Invision 是马来西亚本土的自主品牌当然说难听点就是套牌基本上所有产品都是基于代工厂的方案套上自己的牌子当然或多或少会在外观以及设计稍微做一些修改。而作为一家几乎只卖马来西亚的本土品牌，这几年 Invision 也通过自身的努力已经晋升到马来西亚水冷销量 Top 3的品牌了虽然有至少一半是卖给了装机商而非个人用户，但它的售价也确实是排在最便宜的几款之一了。第9款则是 Techway Mirror 360。Techway 也是属于东南亚地区的自主品牌之一从之前的外设到现在涵盖了散热与机箱加上马来西亚代理商的积极度非常高，这几年也在马来西亚累积了非常多的口碑，自然也就成功被选进来了。
最后一款呢，大家可能很熟悉，同时也会感到惊喜就是这一款 Valkyrie A360。VK 这几年在水冷市场卷到什么程度，我就不需要多说了。如今他们已经开始卷进马来西亚市场了，以自营店的形式率先进入到 Lazada 和 Shopee 2家平台。而 A360 虽然是推出了2年的款式，但价格摆在那里同时据说 VK 也似乎偷偷优化了 A360，非常期待 VK 接下来在马来西亚可以卷到什么程度。和各位介绍完本次参测的所有水冷款式后，接着就是进行各项对比了，分别是配件数量、安装体验、保修、噪音表现、散热性能表现以及售价，一共6项对比。大家可以先盲猜会不会有6边形战士，哪一款水冷的散热表现会有惊喜呢？至于他们的外观设计，考虑到无法通过对比和数据量化出来因此我这里就直接放出他们点亮后的样子大家也不妨说说你们觉得哪一款的外形最好看。首先是配件数量这部分主要涵盖了例如水冷管扣子有没有预装风扇，有没有预涂散热规则等这边我就不多一一展开讨论了直接附上这10款水冷的横向对比图。当中除了 VK A360 是做到了预装风扇和预涂规则以外其他款式要么只预涂规则要么就只有预装风扇甚至还有2款是预涂规则和预涂风扇都没有。同样的，也就只有 VK A360 是有提供风扇遮罩框同时有提供水冷管扣子的只有 Thermalright AE360 V3 以及 ID Cooling FS360最后要点名一下 Decool LE720它虽然和 VK A360 一样是提供了预涂规则，但并没有提供额外的散热规则，以便日后拆装时还能再用上这一点就有点扣分了。接下来是安装体验的对比主要涵盖的还是有没有预装冷排风扇以及风扇之间的串联安装方式其中只有4款水冷的风扇是采用了一体式串联方式当中除了 ID Cooling FS360 是没有预装风扇之外，其他3款都是出厂就预装好了风扇加上搭配了一体式串联风扇，这3款水冷安装体验会是最轻松最友好的。至于其他没有采用一体式串联方案的风扇设计嘛你们就看这一堆线材好不好装好了至于水冷头的安装体验，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有明显差别唯独我接下来要点名的这3款，那就是 Invasion YFT360、Taiwan Mirror 360以及 Stormman KS360。这3款在主板扣具配件上给的相当之抠，甚至没有提供对应的扣具固定柱子，在安装的时候很难拿捏扣具压力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锁得太紧，导致容易出现损坏的问题打算购买这3款水冷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再来是保修时长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10款水冷里最长的保修都只有3年。想当初在 A360 刚推出时，我还说了它的缺陷是只有3年保修如今它却成为了里头保修时长给到最高的。更夸张的是，甚至还有2款只给1年的保修。1年保修的水冷真的靠谱吗？实在让我很怀疑。接着就是噪音表现了，在我给出噪音表现的总结前，先列出相关的噪音演示给各位做参考。在水泵满数噪音里，最安静的是 Decool LE720，噪音最大的则是 Darkfest Nebula DN360。但日常使用下，风扇噪音多数都掩盖掉了水泵噪音了。因此，接着看看结合风扇满数下的噪音表现。
当中噪音表现最好的是 ID Cooling FS360，明显比起众多水冷安静了一个级别。最吵的是 Snowman KS360，与之同时和它一样噪音比较大的还有 Coolermaster M1360 Core ARGB 以及 First Player TS3360，它们的噪音明显比起其他款式的水冷更高。在给各位分享性能前，先对比它们的实际售价。售价这里我只参考线上平台普遍能够做到的价格为准当中最便宜的自然就是 Snowman KS360，200级还有找的360水冷虽然前面各项对比大多数都几乎垫底，但如果后面的散热表现还行的话200万马币似乎也并不是不行吧。另外 Invision YFT360 的价格也只需209马币就能够入手难怪会成为马来西亚销量 Top 3的水冷品牌。只不过它的性能是否和售价一样亮眼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其他8款水冷的售价都没有太明显的差异，只能看看在相同价位段哪一款的性能更好，配件更足，保修更长了。最后终于来到了实际散热性能表现了，这是为了给绝大多数观众都有能更好的参考，我是直接准备了3种不同平台进行测试分别有 Intel Core Ultra 9285K、Intel Core i9-1490K 以及 AMD Ryzen 9 9950S。测试平台的其他硬件如屏幕所示，我就不多介绍了。先来看看压250瓦的 Intel Core Ultra 9285K 的成绩表现。风扇全满速状态下，散热性能表现最好的是 VK-A360，也是唯一一款能够低于80度的水冷。排在第二的是82度的 First Player TS3360，这个表现确实让我很惊艳。再来表现可圈可点的5款水冷都介于85度到87度之间表现尚可。最后3款就有一点失望了分别是 Invision YFT360、Tapware Mirror 360以及 Snowman KS360它们的表现只能用失望来形容了。那既然 VK-A360 的性能表现如此的出色不如试试看 VK-A240 的表现。同时我也想要试试看用 Thermalright PA120 这款双塔风冷对比先前垫底的3个臭皮匠的性能表现这下可好了VK-A240 除了自家 A360性能均比起其他360水冷更好一些重现了240水冷打360水冷的现象，而 PA120 的性能甚至能和3个臭皮匠掰掰手腕。这3款水冷的表现已经不能仅仅用差来形容了。切换到统一43分贝噪音的转速模式再进行测试看看排名变化依旧是大致相同的VK-A360 还是以压倒性优势获得第一。VK-A240 依旧是全面领先其他的360水冷 ，Thermalright PA120 依旧是能和3个臭皮匠掰掰手腕。考虑到可能是部分水冷没有针对全新的 Core Ultra 200S 平台做优化，因此我又进行了 LGA 1700的 Core i9-1490K 平台测试，同时将测试压力拉高到了320瓦。相较于 Core Ultra 200S 时的排名，在 LGA 1700这里确实出现了不少变化，但排在第一的依旧还是 VK-A360，甚至与 Coolermaster M1360L Core ARGB 的差距来到了6度之差。就连在 Core Ultra 200S 表现不错的 First Player TS3360 也直接掉到了并列第5名的行列。VK-A240 依旧稳步全面领先 A360 以外的其他360水冷，而前面提到的3个臭皮匠直接是破百来到了104度以上。即便不拿它们来和 VK-A360 对比，和 Coolermaster M1360L Core ARGB 也有着10度的温差，甚至只能持平 Thermalright PA120。我是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形容他们的性能表现了。切换到统一43分贝环境下为了迁就3个臭皮匠，只能将功耗上限下调至290瓦此时 VK-A360 和 A240 依旧稳稳霸榜第1与第2。但相比起320瓦满速模式下，和其他款式的温差缩小了不少。看来是之前不少款式在超过300瓦后开始出现了散热性的瓶颈了。此外，为了得知各款水冷的压制功耗上限，我也采取了 Intel Unlimited 的功耗全解锁模式进行测试，看看各款水冷顶着100度温度墙下能够压制多少功耗。VK-A360 与 A240 分别以350瓦和336瓦分别排在头2宝座，其他水冷则是大多能够压制在330瓦左右。除了 Liquid LE720 只能勉强310瓦，估计是这款的方案比较旧，散热性能上限本来就不强的缘故。而最后的3个臭皮匠功耗压制上限还是和双塔风冷的 Thermalright PA120基本一致。
买个360水冷，结果性能却只有双塔风冷的水平，也就只有这3款能做到了。当然也可能是风扇性能拉垮导致散热性能不佳的缘故。为了得出各款水冷塔体的散热性能，我将风扇全部统一使用充电宝的 PE-LCP 性能扇，在全部散热器统一采用相同风扇下，VK A360 和 A240 的排名依旧不变，但 A240 与 Cooler Master ML360L Core ARGB 只有1度的温差，甚至可以看到，除了 Liquid LE720 与3个臭皮匠以外，其他5款水冷的本体散热性能均都相同。Liquid LE720则是明显弱很多，看来 Liquid 得赶快更新这个价位的水冷款式了。垫底的3款水冷和 Thermalright PA120总算是有点差距了，但这点差距根本不值得自豪。最后的性能测试则是 AMD Ryzen 9 9950X 平台在风扇满速状态250瓦功耗下的成绩 ，VK A360 以 88.4 度继续排在第一。第二总算不是 A240 了，而是 90.3 度的 First Player TS3 360，排在第三才是 VK A240 的 91.4 度。其他水冷表现大致上差异并不是很明显，唯独3个臭皮匠之一的 Invision YFT 360突然冲了一下，以 0.2 度的微弱优势超越了 Liquid LE720，而臭皮匠的另外2款就别说了，一个稍弱于 Thermalright PA120，另一个更是只有103度，连压不开 PPO 的 9950X 估计都很吃力了。切换到统一43分贝噪音模式，230瓦功耗下，排名又再次刷新了。2款 VK 的水冷依旧保持不变，排在第1和第3，但第2名换成了 Thermalright AE360 V3。First Player TS3 360则是掉到第4，先前有一点回光返照的 Invision YFT 360，再次回到了3个臭皮匠的垫底位置，和 TechRed Mirror 360的表现几乎一致，只比 Thermalright PA120略强 0.4 度，而 Stoneman KS 360就还是不说好了。从散热性能表现来看，3个臭皮匠的表现完全能用差劲与失望来形容，他们的表现完全不符合单代360水冷该有的性能，而且是明显落后差很多，有着质变的影响差距，这一点就很糟糕了。其他让我眼前一亮的无疑是 First Player TS3 360，我是真没想到他的表现如此出彩。同样表现不错的也包括了 Thermalright AE360 V3 以及 Cooler Master ML360L Core ARGB。虽然性能比不过我接下来要说的卷王，但整体性能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而这一次的性能卷王毫无疑问是 VK 的 A360 和 A240。A360 绝对是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完全就是另一个层次的表现。而 A240 都在大部分场景下全面领先其他360水冷，这不愧是水冷界的卷王。另外，我需要给各位做个郑重声明，本次的散热器测试成绩仅限于我手上所购买的样品为准，因散热器本身也受到体质以及环境变量的影响，所以最终的测试成绩仅供参考。最后整理这一次的马来西亚10款热销360水冷大横评，如果你们是从头看到现在，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这一次的6边形战士是哪一款了没错，就是 VK 的 A360虽然售价的部分它并不是最低最有吸引力的，但在相同定价区间里，它是做到了更完善的配件以及更好的安装体验，同时也做到了3年保修的时长，并且还有着同价位段完全无法比拟的散热性能。哪怕预算只有200马币，无法下手购买 A360，那么官方定价199马币的 A240，在少了一把风扇位的劣势下，做到了和市场上70%的360水冷同等性能，甚至是更强的表现，推荐度真的非常高。然后是其他的水冷评价，First Player TS3 360是这一次横评里的意外收获。撇除 VK A240 和 A360，它的散热表现确实非常出色了，而且还在这个价位段提供了速显平冷头，看起来格调就高出一档的样子。当然缺点也比较明显，2年的保修稍短一些，加上风扇并没有采用一体式串联设计，风扇线材的接线和理线的确比较麻烦一些，同时噪音也比起其他水冷略大一些，但结合它的售价与性能表现来说，还算能够接受。有点期待 First Player 之后能够推出些什么样的新水冷了。然后是 Cooler Master ML360L Core ARGB，其实市面上还是有着
不少用户更倾向于老牌子的产品，而 Cooler Master 本身自然就有这个优势存在。虽然整体性能并没有特别突出，风扇接线体验也停留在5年前的标准，甚至是保修时长也还是2年，但整体可圈可点，加上 Cooler Master 自身的品牌影响力，还是会有不少人为此买单的啊。不过 Cooler Master 的确得加把劲了，持续吃老本下去可不是个好现象。再来是 Tomoray AE360 V3，Tomoray 这几年也是散热品牌里的卷王之一，但他们家主要的发力点还是在风冷啊，水冷的部分整体表现并没有风冷来的亮眼，而 AE360 V3 的整体表现还算可以接受，性能够用的前提下，还提供了3年的保修时长，并且售价吸引力也蛮大的。但我觉得 AE360 V3 差不多迎来了换代周期了，对比一众新推出的入门水冷，它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小，推荐度比较一般。作为鲜明的对比 ，ID Cooling FS360 虽然整体表现与上一款 AE360 V3 大致相同，哪怕它只有2年的保修。怕它的性能比较一般般，但起码风扇采用了一体式串联设计，让安装体验大大提升，以及它的外观算是这几款水冷里比较好看的前几名。外观党用户会买它的意愿自然就高了不少啊！你就说和 AE360 V3 对比，你会更喜欢 FS360 还是 AE360 V3 的外观呢？如果你对它的外形设计情有独钟，那么 FS360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接着是 Liquid LE720 和 Darkflex Enabler DS360， 我会将这2款放在一起说，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对比下来，它们真的没什么存在感啊！不仅外形设计不是很突出，就连性能表现的也没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但价格的部分又没有特别有吸引力啊！对比其他竞品，它们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存在。当然，3年保修的时长是它们为数不多的优点啊，因此整体评分还是不会太低的。最后这3个臭皮匠呢，我就放在一起说好了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们的性能真的太不堪入目了啊。哪怕有2款的售价是所有水冷里最便宜的，但它们的用料突出一个肉眼可见的能省则省，甚至那2款最便宜的还只给到1年的保修能把所有的缺点都几乎填满，我是真的没话说了所以呢，这3款我是极其不推荐的。如果你正考虑入手300马币价位的360水冷，可以直接避开这3款了。当然，只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我就不明白为何大家都是同规格的360水冷，怎么差距可以那么大？为此我直接将3个臭皮匠的冷头给拆出来看看里面的设计。作为对比，我还将 VK A360 的水冷头也拆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差距。在我拆开了它们的水冷头进行对比后才发现3个臭皮匠的底座微水道不论是密度还是工艺，都明显不及 VK A360。特别是 Invasion YFT 360的底座微水道工艺简直像是上古时期的技术。而 VK A360 的底座微水道工艺不用多说，自然是工业密度最高且整体质量最好的。至于冷头水泵的部分，3个臭皮匠的水泵直径也比 VK A360 明显小了一圈，性能自然大打折扣。同时也能看到 VK A360 的水泵直径几乎拉满达到了更好的性能表现，并且从拆解过程也是最不容易漏液的性能与漏液安全都获得了平衡。看到这里，总算是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老实说，我是真的没想到马来西亚水冷产品的市场如此之水。我觉得主要是绝大多数人还没得知某一些水冷性能如此拉垮只看到价格足够便宜就能够体验 CPU 一体式水冷，觉得性能再差也还是水冷性能下限应该还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但这一次的测试结果就不难发现，其实没有所谓的下限。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自然是避开那些坑。另外，作为一位马来西亚人，同时也是一名评测媒体，我是热衷于看到更多水冷品牌在马来西亚上架他们的产品，这样就有更多的好选择，也让那一些某些水冷品牌发现马来西亚消费者还是有要求的，而不是盲目推出那些有如垃圾的水冷。相信这一次的节目会是一剂强心针，同时也给在中国大陆的观众们知道，你们是多么的幸福，价格普遍更加便宜，款式选择多到数不胜数，每一家都献出浑身解数，推出各种品类与规格的水冷，我是非常羡慕你们的，懂吗？当然，评测无国界，让更多观众了解不同市场的文化，也是一种新颖的乐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花费了我快3个月完成的横评内容，你们的支持与鼓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